北约外长会议首次邀请日韩参加，美国是否有意图将北约扩大到东亚呢？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绍。由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引发的俄乌战争之后呢，北约外长会议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大会上公布了新的战略构想，他宣布要认真考虑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胁迫性的政策，这被认为是北约要把战略重点看向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次大会上，最令人关切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外长首次参会，这引发了外界对北约有可能东扩到中国家门口的猜想。北约在历史上就是为了对抗前苏联而存在的一个欧洲军事集团，现在呢，主要是为了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到目前为止，北约已经有了27个成员国，除美国之外，几乎全部都是欧洲国家。这也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感到非常紧张，最终呢发起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那么这次北约外长会为什么要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呢？一方面，他们是要共同的协商应对乌克兰危机；另一方面，恐怕就是希望将北约的触角伸向东亚地区。那么问题来了，北约有可能扩大到中国的家门口吗？目前的答案不明确，但是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都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不太需要加入北约。何况韩国身边还有个朝鲜，而朝鲜现在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双方甚至都没有达成和平协议，因此韩国本身是没有条件加入北约的。而且这27个成员国也不可能为了韩国去得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朝鲜。不要忘了，朝鲜现在可是有核武器，而且有远程弹道导弹。其次，北约成员国中能够在军事上支持韩国和日本的国家，其实呢也就是美国。而且美国军队拥有在作战时指挥韩国军队的权利，对美国来说，比北约成员国他掌握的力度还大。因此美国也不需要韩国加入北约。最后，韩国还要考虑到朝鲜、俄罗斯的感受，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在亚太地区发生军事集团的对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日本是否想加入北约呢？这个恐怕也是不确定的，甚至呢可能性也不大。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呢，日本与俄罗斯和中国都有领土争端，就这一点而言，就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二是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不能加入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三是日本在军事上除了美国以外，也不大可能会得到北约成员国更多的支持。当然，韩国和日本要想加入北约，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中国了。我们绝对不会坐视在亚洲地区出现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中国一直在追求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等于没有办法来收拾那些企图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的国家。那么问题来了，就算北约把中国作为它更长远的一个目标，它又能对中国干什么呢？中国本身对北约国家来讲并没有构成威胁，这就导致北约在对抗中国的问题上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立足点。特别是法德意西等国不大可能真心对抗中国，何况他们即使想对抗中国，双方距离遥远，他们也没有能力派大批的武装力量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搞事儿。如果他们真派了什么军舰飞机来，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找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也决定了北约可以长期的关注中国，但是要想以中国实施对抗，恐怕不那么现实。北约目前最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在亚洲地区吸收新的成员国，而是配合美国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或者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在中国的面前呢刷刷存在感而已。中国其实不需要对付北约，我们反而要与北约的绝大部分成员国搞好双边的关系，加强经贸往来，构建一个和平发展的这么一个环境。
当然，中国在必要的时候也要立威，对那些配合美国搞军事集团对抗的印太国家，要来一次杀鸡儆猴，看看谁是那只不长眼的鸡。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